仔，明明瞄得很准了，但为什么就是打不进？这节课深度剖析一下，在结尾的部分有问题对照表。开始教学，手架处于进球线上，球心瞄球心，出杆直，球进了。可是大多数人打不进的原因都是出杆出歪了。看看这两杆的球结果，虽然都是打不进，但是原理各不相同。如果你看懂了原理，就知道该如何提高自己的准度。第一杆手架的位置摆放有点偏右，在第一视角中几乎察觉不出来。此时出杆歪向左边，白球撞击到了左侧，目标球就打到右侧去了。注意看，打完后的白球是没有旋转的，说明白球的击球点位没有问题。由于上一杆打在了左侧，到了这一杆你就会想着朝右边打一点，可是结果白球还是撞到了左侧去。注意看这一杆的白球，它却是带着右侧旋转。要知道球是一个弧面，如果当杆头击打在中心点右侧时，会让白球产生一点向左的偏移力，结果会导致白球向左偏离球杆方向。所以当你越想朝右打，白球反而会越偏到左侧去。那么想要判断打不进球真正的原因，需要根据两个结果来。一是看白球打在了左侧还是右侧，二是看打完以后白球带着哪边的旋转。不明白的小伙伴可以对照这张表找问题，评论区告诉我你是属于哪一种。下课。靓仔，手架不稳，打球不准。今天讲讲台球必学的7个手架。第一种，普通手架，五指张开，手背微微拱起，大拇指贴住食指，这种手架视线良好，日常使用。第二种，凤眼手架，抬起食指卡进球杆，大拇指贴住中指的第一个关节，食指弯曲贴住大拇指，这种手架适用于大头杆打强烈杆法时使用。第三种，后斯诺手架，五指张开，大拇指贴住食指，后掌抬高，把重心放到后面4指，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后面有障碍球使用。第四种，护边手架，五指张开，大拇指藏起来，食指护住球杆，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距离库边不是很远的时候使用。第五种，贴库手架，五指张开，大拇指贴住食指，后3指稍微分开一点，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贴库时用。第六种，半贴库手架，五指张开，2指搭在库边上，另外2指搭在台面上，大拇指紧贴食指，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半贴库时用。第七种，架杆手架，五指张开，虎口压住杆尾，这种手架适合架杆器使用。下课。靓仔，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，再也不用铺台费。技巧1：带脚走位。遇到这种半贴库笔直的球，很难走到黑球的位置，击打黑球有难度。这种球可以利用中高杆发力，通过带脚2次反弹，强行改变白球走位的线路，就能向上走，并且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。中带直球走位也可以利用带脚反向进行走位，稍微瞄左边一点点，打高杆，撞带脚后就会向右走，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2：带口球走位。想要长台走位，太大力的话容易失误。可以先碰库边，再把球打进，这样就能轻轻松松叫到黑球的位置，拿下这局。技巧3：蹬杆技巧。蹬杆怎么打？距离近打中间偏上，距离远打中间，想往后蹬一点打中间偏下。击打高度只需要用手架调节，后手无需改变。技巧4：克拉克走位。遇到2球笔直，正常打进无法走位，可以用中低杆瞄准在进球点左侧一点点，让白球先吃库再勾上来，打进球的同时还能顺利走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5：反向走位。遇到这种角度球，打进红球后，白球会往左边走，叫不到黑球。想走到这个位置的话，需要用到特殊技巧，立高杆尾，打在低杆右塞的点位上，即可叫到黑球。技巧6：借球刹车。直线球打中杆，白球会停住；角度球打中杆，白球会沿着90度方向走。那么知道这个原理后，如果实战中在进球的90度方向上有一颗球，可以撞击它，达到刹车的目的。技巧7：中带加塞。这个球型想要走位黑球的话，越大力加塞就越走不过去，可以选择小力高杆左塞，就能轻松的走到黑球的位置。下课。靓仔，这节课讲讲几种不同的方带技巧。第一种，普通方带，普通人方带，目测凭感觉，秉承大力出奇迹的精神。第二种，学霸方带，学霸会先测量红球中心点与库边的距离，再向外延伸同等距离，从这个点延伸到带口的中心，这条线与库边的交点就是瞄准点，然后把目标球打在瞄准点上就可以了。第三种，靓仔方带，把镜子平行放在库边上，然后朝着镜子里的带口打，球就会进了。靓仔，你学会了吗？下课。靓仔，一打低杆就会飞起来，你就这样练，杆头先贴台面，再抬高一点，连续1颗球不断的打底带，从此低杆不再滑杆，用再大力都拉不回来。你就这样练，先练小力打低杆点位，打出定杆效果，然后一次一次逐渐加快速度。
手臂一定要放松的去发力，低杆效率就会大幅度提升。一打低杆就不准，你就这样练，先练定杆，定杆有穿透力了之后，放低手架，脑子里在想着定杆打球的感觉去出杆，准度一下子就上来了。低杆分力角控制不好，你就这样练，侧面放5颗球，每打一杆都降低一点击球点位，依次 K 到这5颗球，从此让你白球想去哪就去哪。下课，靓仔。学会这7个台球小技巧，走路横着走。技巧1：小弧线，目标球在袋口，却被阻挡了线路，瞄准想要拐弯的弯心，将后手抬高，想往右转弯就打在白球右侧的点位。想往左转弯就打在母球的左侧，这招圆月杆法的第1层境界就送给大家啦。技巧2：扎杆走位，遇到2球笔直，正常打进无法走位，可以抬高杆尾击打白球右塞的点位，打进目标球的同时会直接横着向上走，顺利交到黑球的位置。技巧3：偏塞球，白球和目标球笔直，想要强行走位黑球的话容易失误，可以抬高后手打在左塞的位置，白球就会产生小弧线走到黑球合适的位置，顺利打进黑球。技巧4：长扎杆，这个球型想要击打黑球几乎不可能，但你只要抬高杆尾，瞄准库边方向，击打白球的左塞点位，白球会先让库边凹陷，带着左旋转碰到第2库，接着产生一点点弧线绕过这堆障碍球，将黑球打进。再来看一次正常速度的示范，非常好用。技巧5：低杆弧线，黑球在袋口，中间还有一颗障碍球，白球还被对方的球贴死在了库边上，根本没有线路可以打进黑球。此时可以使用低杆朝库边方向击打，出杆要短而快，白球就能先绕过障碍球，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将黑球打进。技巧6：这个球型白球被完完全全的围死了，没有任何线路可以解到黑球。别急，这里还有一招，抬高杆尾，朝着库边小力击打左塞点位，白球撞库后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弧线，拐弯将黑球打进。没完全学会前可千万不要乱用啊。技巧7：遇到这种球型时，想要打进黑球，右侧根本没有解球线路，左侧也被障碍球贴死了。别急，还有一招，抬高后手朝库边方向打高杆右塞，就能先避开第1道障碍，接着画出一道向右的小弧线，将黑球打进。下课，靓仔。打球时间长的靓仔都知道，高杆要远比低杆难打，可有人就不服了，每次打到球都是向前滚的呀，这不就是高杆吗？这种高杆只是台面摩擦力给白球带上的旋转而已，并不能滚很远。新手打高杆以为手架架得高就可以让高杆变得强烈，可然并卵。还有一些人在打高杆时会把杆头刻意挑高，这样会使杆头的运动路径变成向上的弧线进行运动，要么杆头接触白球时点位太低没有高杆效果，要么容易打得太高导致滑杆了，即使你偶尔打中了高杆点位，白球前进的力度也会控制不好。白球是一个弧面，打在上半部分时，杆头会受到向上的力，我们要利用好这个原理，让杆头平直的送出，压着高杆点位向前送，这样就会把向上的力转换成向前的旋转力，这会给白球带上强烈的高杆旋转，触感也会变得非常扎实。下课。靓仔。打台球必学的7个实战小技巧。技巧1：对角球，被对手防守住，想要脚对脚打进，直接加塞的话，白球容易进。打这种球，只要中杆瞄准袋口，石板与库边的边缘，中力击打，不用加杆法就可以打进。技巧2：齿轮球，2颗球连线对准袋角，直接击打是打不进的，但只要打在3号球的左侧，就可以把1号球打进。技巧3：袋口球，击打目标球进球点的话，目标球很容易弹出来，这种球只要中杆对准目标球正中间击打就可以了，旁边有障碍球时也非常好用。技巧4：克拉克，被防守住了，如果用弧线球的话容易失误，那么可以测量目标球进球点中心与库边的距离，然后延伸同等距离，朝这个方向用中杆击打就可以进了。技巧5：双贴库，白球与目标球同时贴库边，中杆击打难度较大，那么白球可以加靠库边的旋转，中力一推，让白球贴着库边走，这样进球率高。技巧6：跳目标球，目标球前面有障碍球，直接打过不去，可以架高手架，抬高后手，打在中高杆的位置就可以把黑八打跳过去。技巧7：弹库球，目标球在袋口被防守住了，想要跳球但没带跳杆的情况下，可以利用库边的弹性，用中高杆打在库边上，就可以把球弹回来，这样不犯规。下课。靓仔。想要提高加塞球准度，必学的2个瞄准口诀。开始教学。加塞球之所以难打，是因为加塞时白球会偏离球杆的方向，所以想要打进就需要对瞄准方向进行修正，只有这样才能补偿加塞时所产生的偏移，球才能打进。初学者在刚开始学加塞的时候，可以记住这个口诀。口诀1：小力移手架，先用中杆瞄准，保持后手不动，微微向左调整手架，就能将球打进。
口诀2：大力动后手，同样也是先采用中杆瞄准好，保持手架不动，后手向右移动，杆头就会朝左移动，打进球的同时旋转会非常强烈。靓仔，你学会了吗？下课。